到你，却又惊雷起。长夜落日山河灼，你在缥缈云里花里，你在缥缈云里花里。唱歌一曲，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。唱歌一曲，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。唱歌一曲。韩沟复船是林阳等歹徒精心策划的巨大阴谋。第一步，在韩沟将盐船凿翻；第二步，打捞官盐并存放于北沟大仓，而后由盱眙开来大趸船，将库存的官盐运往淮北地区。你们想一想，再之后他们要做什么？将官盐藏匿起来。是啊，在扬州时，我们曾经做出过这样的推断。通过几日的调查，我们已经可以确定几点：第一，韩沟复船并非意外，而是歹人精心策划的阴谋；第二，据茂三儿交代，一个名叫林阳的人招募水鬼，建起了北沟大仓，并负责盗运官盐；第三，歹人们将官盐运离扬州，藏匿起来。循着这一脉络，我们的下一步行动，首先是要摸清官盐究竟被运到了哪里。但是今天在盱眙查访时的所见所闻，令我感到我们最初的判断是错误的。哦，现在看来，他们一定是将官盐运到某个安全之处，而后再发放给淮北各地的不法盐商，以谋取暴利。就像盱眙的核武器。有道理。如果我们假设正确，那么崔亮等人在这个阴谋中所起的作用，就是想方设法将官盐挡在盱眙门外，这样淮北地区的百姓没有盐吃，便只能以高价购买他们发售的私盐。顺理成章。这样便可以解释崔亮等人身为扬州大吏，却为何百般推诿，不肯为盐荒地区运盐。在北沟大仓，鲁县令和宁氏说到了那封涉及崔亮等人贪污的密信。夫人，李汉大人的那封密信中究竟写了些什么？密信上写了很多人名，还有数字。信我和元芳都看过，上面记载了韩沟复船前后扬州官吏的受贿状况，上面有刺史崔亮、长史吴文登、漕运使杨九成以及刺史府衙署半数以上的官员。这封信导致李汉被杀，元芳殉职，而那些凶残歹毒的铁手团杀手是被谁雇佣的？难道崔亮真的能脱却干系？如果说刚刚的假设成立，崔亮、杨九成等扬州官吏参与了逆谋，那么铁手团也绝不可能置身于事外。倘若事情真的是如此，那么韩沟复船案就是官匪合谋、精心策划的巨大阴谋。因此，只要能够确定
横行盱眙的私盐就是邗沟覆船失踪的大批官盐，那么上述的假设便会逐步得到证实，而此案的元凶也会很快浮出水面。因此，目前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快查清私盐的源头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去看看。被烧死的是庞四他们吗？应该不是。你怎么知道？刚刚我仔细看过了，尸身上都有伤口，应该可以肯定是被人杀死后再纵火焚烧。而且你没有发现吗？所有人都是死在祠堂里面，这就说明被害者非但不曾还手，就连逃跑之力也没有。元宵是不会这样的，至少他们可以抵抗。那这些死人是谁呀？很可能是那些大趸船上的这些人被俘后浑身绑缚，这才会引颈就戮。是谁？是谁下这种毒手？是庞四吗？走，去看看。朋友，你醒醒，醒醒！他醒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是元宵干的吗？不，你们是大趸船上的人吧？元宵到哪里去了？不知。水生，他死了。还有口气，一定要救活他。现在怎么办？天亮前赶到卧虎镇，找个郎中。这几天天气比较干燥，一定要注意防火啊！你先去吧。是。夫人，夫人，您怎么了？快，扶我坐下。夫人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春儿，去，帮我找些纸刀上的白药。记住，千万别让任何人知道。我明白。
先生，怎么样？他还有救吗？你们这位朋友身上的刀伤甚重，又被毒火攻心，怕是不行了。无论如何，您想想办法。花多少钱都行。计蒙客官厚赐，我虽然没有办法救活他，但开几副药保他几天的性命，倒还可以做到。要真想救他的命，二位就只能到县城了。县城？你是说盱眙？正是正是。那你就赶快开药方吧。赵胖子抓药，今后服下，有什么问题再来找我。谢谢先生。好，你照顾他，我去抓药。哎呦，邓六爷，您老来了。前天傍晚，有几十号人押着很多大车往北去了。谢谢六爷。小二哥，哎呦，这位爷，您几位啊？刚刚走的是卧虎庄的邓通邓六爷吧？正是。他问你什么？这……好。嗨，刚才六爷问我呀，这2天有没有看到一群人押着很多大车向盱眙方向而去？哦，小的告诉他老人家，前天傍晚有几十号人押着很多大车往北去了，具体是不是到盱眙，那就不知道了。哦，他又问领头的长什么样，小的告诉他，领头的长着串脸胡，样子挺凶，嗓门也特别大。还有呢？别的就没有了。多谢了，客官慢走。小青，水生，药呢？让店家去煎了。我爹又做出这等伤天害理之事。刚刚在镇上看到了邓通，他向茶房的店小二打听，是否看到很多人押着大车向盱眙而去。哦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邓通似乎是知道些什么。不管这些了，店小二说，曾经看到几十人押着大车向北而去，领头的是个大胡子，听他的形容，很像是庞四。庞四，真的？向北走，就是朝盱眙县城方向而去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去盱眙，一来为彭春治伤，二来查找庞四的下落。可是他们先行，咱能追得上吗？庞四率严枭取陆路，又有大车随行，一定不会走得太快。我们立刻动身，走水路抄近道，赶在他们前面到达盱眙。怎么了？先生，您快进去看看吧，出人命了！快，这儿。
恩师，您在这儿啊？可把我们急坏了。怎么了？刚刚听到一声惨叫，我们几个跑出来，看见院子里空无一人，您的房门敞开着。我们进去一看，您不在房内，还以为还以为是我出事了，对吧？是。哎，恩师，这里发生了命案。你们都站在这里，不要乱动。伙计，来，把这房门打开。先生，这间房没人住啊。你就打开吧。是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恩师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此案甚是怪异。先生，各位，你们可要为小的做个见证啊！这桩杀人命案可跟小的没有关系啊！啊，你放心，待官府前来查案，我们一定会实话实说的。谢谢二位。啊，伙计啊，昨夜店里除了我们一行之外，还有些什么客人？除了你们，就是那间地字角号房中死了的一男一女，再就没有别的客人了。你能肯定？绝对肯定。现在城里冷清的紧，1-2个月也来不了几个客人。哦，这2个死者是什么人呢？这个小的也不知道。难道他们没有在柜台上册？先生，这间房子是城里的一位客人常年包租的，就连钥匙也在他手里。哦，那包租的人是谁呀？包房子的人姓赵，他说他就住在城里，再问就什么都不肯说了，只是每年来结一次房钱。你在城中见过那个姓赵的吗？从来没有。一定是用的假名。那他包这间房子有什么用处啊？自打姓赵的客人包下这间房子之后，就有2个奇怪的人经常来住，每次都是夜里进店，天不亮就走了。哦，奇怪的人。是啊，这2个人来的时候都用大斗篷蒙着脸，进店以后说一句地字甲号房就进去了，而且从不让小的伺候。这2个奇怪的人是不是房中的死者？我也不知道，应该就是吧。地字甲号房除了那2位奇怪的客人住过，别人从没用过。那么死在榻上的那名男子是不是包房的那个姓赵的？不是。你们看，
昨夜2名死者来店里的时候，你看清他们的脸了吗？看清了，就是这俩死者。我当时还觉得纳闷儿，他们怎么不用大斗篷蒙脸了？哦，明白了。伙计啊，你赶快到县衙报官，请官府来查案。啊，那我现在就去了。两位，官家来了，你们一定要替我说2句啊！你放心吧，去吧。哎，好。这可真是奇了，2间房子，一间里死了人，另一间发生了打斗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而且，这个凶手是从哪里进来的呢？难道是2拨不同的人行凶，却凑巧碰到一起？总台啊，我们去院中看看。你看，血迹。老爷看您来了。怎么样，夫人？你好些了吗？好多了。哎，究竟是何疾病，竟然如此厉害？唉，昨晚在房中吃了几杯闷酒，又在湖心亭里坐了坐，想来是被风击住了，故此染疾。哦，我看还是请个郎中吧。又不是什么大病，何必闹得何府不安？你知道，我性喜安静，不喜欢旁人打扰。你放心吧，我已经好些了，静养几日便无大碍。这样也好。春儿在。你们要悉心照料夫人，只要她的病情有反复，立刻差人通知我。是。那夫人，你安心养病，我先走了。春儿替我送送老爷。哎，不用了。小的告辞了。夫人。老爷，怎么了？有件事情，小的不知该说还是不该说。说，怕什么？啊，今日凌晨，天刚蒙蒙亮，小的起身到前面查看，发现一个人急匆匆地穿过园子，向后园奔去。小的赶忙尾随其后，看个究竟。谁想到那个人竟然是夫人。哦，有这档事。过了一会儿，春儿从房中出来，跑到前面的管事房中。等他走后，小的一问，管事说，春儿是来找治刀伤的白药。找白药？找白药做什么？你是说，夫人并不是染疾，而是受了刀伤？这种事，小的不敢胡说，只是觉得此事有些奇怪，才来跟您回禀一声。何静啊，我也发现最近一个阶段，夫人好像是有点不大对劲儿啊。您算是说着了，小的早就发现了，只是疏不见亲，不敢贸然对您提起。从今天开始，后园的事你给我仔细起来，尤其是春儿那个小丫头，
你就放心吧。县令大人到！大人来了。大人，县令大人，起来吧。谢大人。是你到县衙报案，说昨夜客栈中发生了凶杀案。正是，凶案发生在D字甲号房内，有一男一女2名死者。昨夜客栈之中住了多少客人呢？只有2拨，一拨就是那2位死者，另一拨是外地来的客人，共有10人左右。哦，外地来的客人啊，住在哪里啊？住在案发客房对面的天字号客房里。严密封锁客栈，任何人不得随意进出。是。告诉那些外地来的客人，说让他们待在屋中，等候问话。是。好了，引本县到凶案现场去看一看吧。是，大人请。昨夜共有5个人进入客栈，恰巧都被我看到了。先到的2个人是受害者，而随后来的3个人，可以肯定便是凶手。可奇怪的是，这3名凶手分为2拨进入店中，而且杀人之后，并不马上逃离现场，而是回到了另外一间客房之中。在那间客房中，又发生了激烈的搏斗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这桩案子确实有些蹊跷。难道会是这样？先生，各位，县令大人请你们前去问话。哦，好，走吧。这位就是县令大人。哦，大人在上，草民有礼。大胆，见县令大人竟然不跪。罢了，上了年纪的人就不必跪了。哦，多谢大人。叫什么名字？哪里人士？啊，草民姓怀，名英，并州人士。他们呢？啊，还不向县令大人自报家门？曾泰，湖州人士；狄春，并州人士；在下鲁吉英，山阳人士；在下洛阳宁无双；张环，山东人士；李朗，河北人士；扬州方九。昨夜你们住在这通衢客栈之中？正是。夜里听到什么动静没有？回大人的话，草民昨夜3更左右在院中散步，看到了3拨共5人进入这客栈之中。哦，啊，先来了2个，过了大约半个时辰，又来了2人，最后1人紧随其后。深夜3更，你还在院中散步？哦，这是草民多年养成的习惯。还听到了什么？其他的就没有了。
早晨，草民刚刚起床，便听到伙计在那里呼喊。草民过去之后，看到D字甲号房中的2名客人已经死了。你是说有5人进入客栈？哦，正是。可据伙计刚刚演讲，昨夜只有D字甲号房中的2名死者进入客栈，其余3人他可能没有看到吧？ 2名死者，3名凶手，都被你看到了，这可真是凑巧之极呀！是啊，草民也这样认为。可依我看来，这杀人的凶手就在店内。哦，昨夜住在店中的只有伙计和我们这一行8人。说得好，这D字甲号房间已经被包租了1年之久。期间，这2名死者曾多次到房中幽会。如果是伙计想杀人，那么他早就可以动手了，大可不必等到昨夜。那也就是说，大人认为凶手就在我们这一行8人之中？难道没有这个可能？动机呢？我们杀人的动机是什么？这一点，本县还要深入调查。但就现场的状况来讲，杀人动机应该是为情杀人。大人不会以为我这个老头子会为情杀人吧？这又有什么不可能呢？而且本县并没有说你就是杀人凶手，只是说你有嫌疑。我们这一行是昨天中午才到达盱眙，这么短的时间又去和谁结情呢？啊？所谓情杀的判断，现在不过是本县的推理，也许凶手行凶还有更深层的原因，比如图财害命或者报仇。昨夜3更，当2名死者进入店中之时，你恰恰在院中散步，只有你和伙计看到他们进入客房。时过2个时辰，这2名客人便被杀身亡。你说，你有没有嫌疑啊？可草民刚刚说过了，还有3个人进入店内。哼，这只是你的一面之词，再没有别人看到，你怎么能证明呢？哦，草民想问一问大人，断案凭的是什么？当然是对现场的勘查和对作案动机的分析。说得好。那么草民想问一问，大人是不是认真地勘察了现场呢？住嘴！你算什么东西？竟敢和县令大人如此讲话，是不是皮肉痒痒了？你，本县自上任以来，断案无数，这勘察现场之道，恐怕用不着你来提醒我吧？那好，我想问几个问题，不知大人能否见容？问吧，我看你还能问出什么花样来。是，首先，甲号房中的2行鞋脚印，大人看到了吗？当然看到，脚印是通往D字丙号客房的。好极了，这就说明凶手杀人后又到了丙号客房，是吗？不错，那又怎么样呢？如果草民是凶手，杀人后为什么不回到自己住的房间，而要进入丙号房呢？还有，地上有凶手留下的鞋脚印，现在就可以比对一下，看看是不是草民留下的。就算凶手不是你，你身边的那些人也都有嫌疑。那我们就一一比对脚印吧。现在能不能请大人移驾，随草民到D字丙号房中去看看？请。大人，这房中凳倒桌翻，花盆落地，桌上有一滩血迹，地上还有一柄带血的钢刀，这就说明昨夜这里肯定发生过一场激烈的搏斗，而且有人受伤流血，
这一点大人承认吗？看这房中的情形，应该是这样的。如果我们当中任何一人是凶手，杀完人之后，为什么还要跑到这丙号房中来呢？又和谁发生了搏斗呢？这只戒指，大人一定没有发现。照大人刚刚所说，昨夜并没有凶手潜入客栈，是我们当中的一个人杀死了那2名死者。那么，这只戒指肯定就是属于那个凶手的。好，大人，请你拿过戒指，让大家试戴一下。李川，你先来。戴不进去。戴不进去。好。大人，怎么样？你们究竟是做什么的？哦，草民曾当过几任小官，卸任后便在江湖上跑买卖。哦，他们都是我的朋友和子侄。啊，难怪你对断案之道如此精通啊！大人过奖了。就算你刚刚说的是真的，确实有5个人进入了客栈，那你说说，这2间客房中发生的凶案又是怎么回事呢？昨夜草民在院中第一次看到的2个人就是死者，这2人一定是恋奸情热，生怕被别人发觉，这才跑到客栈之中幽会。我也是这样想。刚刚我已传令捕快到城中四下寻访，看看有哪家缺失了人口。证实死者的身份是破案的关键途径。你继续说吧。第2波进入客栈的2个人是翻墙而入的，可以肯定，他们就是杀死死者的凶手。啊，却是为何？从我们发现的那些鞋脚印不难看出，凶手行凶之后并没有逃走，而是由甲号客房返回到丙号客房。这种异常的举动只有一种解释，那就是丙号客房中还有另外1人在等着他。有道理。最后一个进入客栈的人当然也是翻墙而入，我们将他称作第3人。他很有可能是这2名杀人凶手的仇家，跟踪2人来到客栈之外，眼见2人越墙进入客栈之中，他也尾随其后。哦，你怎么能够肯定第3人是尾随凶手而至呢？据草民昨夜所见，2名凶手刚刚穿过院子跑到这里，第3个人便跟了上来。2者间隔的时间非常之短，因此可以断定第3人是尾随2名凶手而来。大人，下面就要说到案发时的情形了。这样吧，我们做一个演示，看看我的推论是否合理。张环利拉在。你2人扮演进入客栈的那2名杀人凶手。是。李春呐，在。你扮演第3人。是。来。是。大人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请吧。 2名凶手进入客栈之后，先来到了丙号房中。我去杀死他。好。他走之后，最后进入客栈的第3人悄悄地尾随而至。此时房中一片黑暗。 只有一点月光从窗中透了进来。
道为了什么，刀落在了地上，这就是这2滩血迹出现的原因。而就在此时，凶手在甲号房中行凶完毕，返回了这里。这2人在搏斗过程中撞翻了花盆架。不错，不错。不过还有个疑问。大人请讲。你怎么能断定地上这把钢刀是第3人留下的，而不是凶手留下的呢？不可能是凶手留下的。请记得订阅频道，请记得在影片下方帮我们留言、按赞、分享。